这个女孩也太惨了，被杀人魔疯狂追杀，无意中来到杀人魔的地盘。女孩情急之下钻进帐篷，结果里面躺着一具尸体，一看就知道是杀人魔的杰作。但杀人魔已经来到外面，女孩只能强忍心中的恐惧，和尸体躺在一块儿，用被子把自己紧紧盖住。此时杀人魔进来，没有发现异样，便转身离开了。女孩缓缓掀开被子，拿起旁边的炮枪瞄准了外面，在杀人魔掀开帐篷那一刹那，一枪下去送走了杀人魔。故事发生在1974年的一个夏天，两男两女开着车前往森林野营，一路上大家有说有笑，十分愉快。一行人来到加油站，小帅正在加油，两个女孩去厕所，金发女打开门，看到里面有个人，尝试呼唤男人，可男人一动不动，金发女直接伸手触碰，男人突然一把抓住金发女，把她吓得后退好几步。长发女见状，赶紧将男人扶起来，顺便帮助金发女清洗被男人抓伤的手臂。上完厕所，两人来到餐厅，结果被餐厅的其他男人搭讪，几个男人不怀好意盯着他们。小帅看不过去，直接怼了那几个男人，其中一个男人被说急了眼，怒气冲冲起来，好在被老板娘及时拦下，这才没有发生冲突。四人正在用餐时，帽子男又开始挑衅他们，直接朝他们扔去汤勺。几人强压住怒火，没有和他计较。帽子男很快就转移目标，朝他们邻桌的黑发女扔去汤勺。黑发女被吓得没有回应，老板娘急忙过去为她清理餐具。小帅看不惯这伙人的做派，实在是欺人太甚，怒气离开餐厅。作为女友的金发女出来安慰他，让他忍忍。就在四人准备离开时，小帅提议带上刚刚被欺负的黑发女。长发女当即表示他们不了解黑发女，让一个陌生女人上车会有安全隐患。然而其他人又拗不过小帅，一番争吵过后，还是让黑发女上了车。在车上，黑发女突然变得神情紧张，开始四处张望。突然一辆货车从他们身边驶过，小帅强按喇叭，示意货车遵守交通规则，甚至想超车教他们做人。黑发女赶紧制止他。这时黑发妹突然感到身体不适，开始呕吐。车子停下来瞬间，黑发女呕吐不止，她有股不祥预感，要求大家赶紧离开这里，不然等下会死得很惨。长发女却故意将车钥匙扔进了草丛里。卷发男训斥长发女，你总是这么干，你让我们这群人怎么办？没车还怎么去丛林探险？长发女这才意识到自己的错误，正转身寻找钥匙时，树林里面突然传来一阵口哨声，几个戴帽子的彪形大汉冲了出来。黑发女发了疯似的拉着众人赶紧逃跑，可为时已晚，大汉将他们团团抱住，这下完蛋了。丛林里藏着一群变态杀人魔，他们心狠手辣，极其残暴，专杀来到这里野营的年轻人。他们这样做没有别的目的，只是一味的享受杀人的快感。这天又来了5个作死的年轻人。此时黑发女人被杀人魔用枪指着，下一秒大胡子直接一枪打穿她的肚子。众人傻眼了。捡到钥匙的小帅看到这景象，瞬间愣在原地，来不及反应，就把一个大汉一把制服。长发女挣脱男人，急忙跑去看望黑发女的伤势。见黑发女一动不动，长发女开始痛斥这群杀人魔，结果对方一枪下去，就让长发女明白了做人的规矩，一枪崩在她的脚踝上。长发女痛苦地哀嚎着，杀人魔上前不留余地的一刀送走了她。剩下的3人傻眼了，金发女直接被打晕，迷迷糊糊中，她能清晰感受到自己被拖拽着。当她再次醒来时，发现自己四肢被捆绑，两男的就绑在她身后。金发女失声痛哭，3人相互协助，终于解开了绳索。金发女想要大声呼救，小帅急忙制止。这种情况下，女人最好不要叫，不然会招来杀人魔。就在3人观察这里的地形时，无意中发现了旁边树下吊着的一个大叔，满身是血。小帅走上前尝试呼唤大叔，结果被突然惊醒的大叔吓得半死。3人合伙救下了大叔。此时大叔奄奄一息，根本就没有行走的能力，几人只能搀扶着他离开。就在这时，丛林里突然回荡起低沉的号角声，大叔让他们赶紧离开，肯定是杀人魔回来了。他们拼了命往丛林深处奔跑，结果跑到了悬崖边，几人停下来休息。小帅3人发生了争执，小帅想把大叔扔在这里，这样他们逃跑的机会更大。卷发男和金发女不同意，在两男人发生争执之际，金发女赶紧将其拉开。现在不是争吵的时候，想办法离开才是上策。小帅独自走开，结果背后伸出一双黑手将他掳走。黑发女发现他不见时，四处寻找。这时号角再次响起，卷发男想带着金发女赶紧离开，可金发女说什么也要找到小帅。就在两人发生争执时，杀人魔朝他们开了几枪，3人吓得往丛林里跑去。混乱中，大叔不慎踩到机关，胸口被利器一刀送走。卷发男和金发女无暇顾及，现在他们唯一能做的就是逃跑。杀人魔简直变态至极，
杀完人还不忘收拾工具。卷发男和金发女一路狂奔，再次听到枪声，两人已经没了逃跑的力气，只能躲在岩石下面，大气都不敢喘。但杀人魔看到他们的双腿，却装作什么也没有看见就走了。看来杀人魔想把他们当成猎物一样玩弄。另一边，昏厥的小帅醒来后发现四下无人，他踉踉跄跄摸不着方向走着，杀人魔也在暗处饶有兴趣地盯着他。小帅小心翼翼走着，突然看到一具尸体的手，他鼓足勇气上前查看，刚看到尸体的那一瞬间，就惨遭杀人魔的偷袭。这对男女成了杀人魔的猎物，号角一吹响，杀人魔便开始收割猎物。金发女和卷发男疯狂在丛林里奔跑，但无论两个人怎么奔跑，就是跑不出这个森林。金发女看到杀人魔，又吓得赶紧往回跑，两人不知不觉跑散了。杀人魔紧追不舍，一场猫捉老鼠的游戏才刚刚开始。卷发男一不小心撞到杀人魔布置好的陷阱，被铁链紧紧拴住，肚子都被勒出了血。卷发男拼命挣脱，就在这时，杀人魔用枪顶着他的下巴。金发女在森林中听到枪声，一时愣住了。当他看到小帅被杀人魔劫持后，赶紧冲上去，却被杀人魔用刀架在脖子上。金发女一动也不敢动，杀人魔用刀子在他们脸上比划着，他十分享受猎物害怕的样子。尽管如此，金发女还是很硬气，让杀人魔放走小帅。小帅却希望杀人魔杀了金发女，放了自己。金发女惊恐地望着眼前这个变态，机智的她趁机抽出杀人魔身上的利刃，一刀捅在对方身上，接着又补好几刀，拿到了一血。与此同时，杀人魔的其他团伙闻讯赶来，金发女来不及给小帅解开绳子，慌慌张张逃命去了。小帅气得破口大骂，杀人魔见到同伴被杀，直接一刀封喉，小帅也领了盒饭。金发女却误打误撞跑到杀人魔的老巢，这时突然传来脚步声，金发女赶紧躲进帐篷，拿起一把猎枪送走另一个杀人魔，完成了双杀。金发女刚跑出来，又遇到了最后第三个杀人魔，刚想扣动扳机，结果枪里没有了子弹，杀人魔反手将其打倒。金发女痛苦呻吟着，杀人魔接着又补刀，变态般的揪住金发女的头发，使劲的往地上一扔，金发女晕死过去。杀人魔扣动扳机，再次唤醒金发女，对她上下其手，一脸享受。金发女毫无还手之力，杀人魔把枪口塞进其嘴里，变态般的折磨着她。就在杀人魔要扣动扳机的瞬间，金发女忍不住咳嗽起来，趁机捡起地上的匕首，一刀刺在杀人魔大腿上，拔腿就跑。杀人魔拔掉匕首，朝金发女追去。金发女一路奔跑，看到四肢被捆绑起来的卷发男，赶紧为对方松绑，可因为是铁链，金发女用尽浑身解数都没能将铁锁解开，最后干脆先解决杀人魔再说。她拿起一旁的弓箭，躲在暗处，一箭射在杀人魔身上。为了斩草除根，金发女拿着弓箭向杀人魔步步逼近。中箭的杀人魔失去了行动的能力，在金发女就要一刀结束他的时候，杀人魔悄悄拿起一旁的匕首刺向金发女，幸好没有捅到要害。金发女用弓箭结果了杀人魔，她强忍疼痛来到卷发男身边，使劲解开铁链，结果不小心触动机关，一把斧头飞下来，劈开了卷发男的脸。金发女悲痛欲绝，直接昏死过去。当她再次醒来时，森林里一片安静，她忍着疼痛一路奔跑，终于来到公路上，拦截到一辆车，车主人正好是餐厅的老板娘。在得知金发女团灭了杀人魔，老板娘脸色大变，将车门统统锁死。看来老板娘才是最大的 BOSS。金发女惊讶地看着前方，影片到这里就结束了。这是一场杀人与被杀的游戏，时刻提醒着观众，千万不要去深山老林探险，风景再好也不去，生命要紧。关注我，下期更精彩。